3天了，3天没吃上热食。师傅，这破庙还能遮风。小哥接个火。此物倒是别致，不是这般使的。瞧，这样。真是奇怪，竟不含半点灵力波动。内有一丝天雷余迹，外接些许地煞精气。小哥，此物从何而来？祖传的小把戏。可愿随我上山？上山？山上有一口吃食，头上有片瓦遮身，或许还可学粮傍身的活计。意思是管饭、管饱。您说的活计是指修行炼气，主导长生。此物形制虽然古怪，却内含地煞行气。举是你祖上出过修士，且还是个凝罡炼煞的金丹真人。今日你我道左相逢，终究算是你仙缘未绝。液化石油岂是地脉煞气？那金丹莫不是结石？上山修行，不是都要看根骨啥的吗？我都22了，现在修行太迟了吧？无妨，世人皆可修行。再者，区区20年，对于修道者而言，不过弹指一挥间。穿越3天，食不果腹。前2天还差点被2个流浪汉扒了衣服。管饭，有瓦遮头，还能学本事。好，我上山。师傅，真要带他回山啊？不然呢？扔在这儿喂妖鬼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您老真要教他修行啊？我不是您的关门弟子吗？你们几个避烂货，不是次次都不愿意随为师下山吗？小哥，小哥，可得跟紧些，莫走岔了。我操！师傅，执念未散，借着水影拉人替命罢了。刚刚那是什么东西？水魅而已。积年阴晦之气，混着溺毙之人的残魂，借水影惑人，拖入水中做替身。水鬼找替身？你器械虚浮，神魂未定，又恰逢困顿潦倒，最易被这等阴物趁虚而入。遇袭而不乱，惊惧却未失魂。这惊魂灵非力破凶煞近身不明，那水魅已有些气候。你能魂不离身，除了贫道及时出手，你自身倒也……道长方才用的是符，小术而已，一张净碎符。走了，天色不早，早些回观。那珠子？元气已散，不过一顽石，带回观里磨粉合药，或是埋入院中桃树下，皆可。世间万物有用无用，存乎一心。怕他便是索命厉鬼，用对了，便也能是一味良药。别担心，师傅他老人家道法通玄，山里头偶尔有些不干净的东西，但咱们观里头可干净着呢。终于到了，真要出家当道士了吗？会扫地吗？会。会挑水？可以学。叫什么名字？沈回。且进来吧。明日开始，寅时3刻起身见宿，卯时正刻操行早课。沈师弟，你一夜未睡？睡过了，刚醒。那便好，随我来吧，莫让师傅久等。今日早课诵《清净经3遍，新来的且听着。
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也算是体验到文盲的感觉了。今日早课毕，尔等自去用筛。沈回，暂留片刻。你入我观中，尚未行拜师之礼。按规矩，未行礼前，只能算作居客，不可传法。弟子沈回，愿拜入师尊门下，恳请师尊收录。你倒是有几分机灵。也罢，既如此，有几件事需先行告知。我这一脉虽出江筑观，却非断绝尘缘的路数，娶妻生子皆无不可。随我来吧。我道号继尘，本派源流可溯至青城，到我已是第9代。此乃我派开山祖师云路真人。祖师出身青城，尤善炼器御物，一手飞剑之术独步天下。既入我门，便须得道号。我观你神思清越，命理玄奇，便唤作清玄吧。取清净为本，玄妙为用之意。谢师尊赐号。你这一头短发倒是少见，莫非曾在空门中待过？师尊慧眼，弟子无父无母，自幼漂泊。前2年为了一口饭食，曾寻了座小庙，当了半主假和尚，混几村斋饭。后来庙里艰难，便又出来了。在四起，世道纷乱，妖鬼横行，为了活命，些许变通亦是无奈。你能直言不讳，甚好。然今日你既拜入我清风观门下，有些规矩便须牢记。门规不多，只3戒：1戒滥杀无辜，2戒是非不分，3戒贪财好色。这3戒你须谨守。弟子沈回必当谨遵师命，严守3戒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起来吧。长生啊，弟子在。你入门最早，根基扎实，自今日起便由你教导清玄引气之法。是，师父。清玄师弟，有劳大师兄。你可识字？回师尊，识得一些，但认得不全。静明，师父，你心细耐性，字也写得端正，清玄识文断字之事便交给你了。弟子遵命。清玄师弟，日后若有文字上的疑难，可随时来问我。多谢师姐。好了，各自去吧。清玄，今日便先随你大师兄和二师姐熟悉。清玄师弟，我是你4师姐，道号静慧。你当真做过假和尚吗？我是你3师兄清逸，这是大师兄二师姐，还有5师弟清石，以后便是一家人了。师弟，既入了门，就好好修行。师父看着随和，功课上可从不含糊。大师兄英武阳刚，吃饭呼噜呼噜最快；二师姐清丽脱俗，小口慢咽；三师兄俊秀文雅，背起笔直像书生。清玄师弟，你真的做过和尚呀？那岂不是要天天吃素？四师姐娇俏灵动，叽叽喳喳追问假和尚的细节。我吃完了，咱们去后山摘野果子吧。五师兄憨厚周正，默默给众人添粥。清玄师弟，你刚入门，今日不用随他们去了，我先教你入门引气之法。谨遵大师兄安排。此乃炼气根本之法，须先熟知经脉穴位，明了气血流转之境，方能感应天地灵气，导引入体。你且坐好，我来指引你修炼。内饰是这个样子的，还挺贴心的，直接数据化了。怎么出去呢？清玄师弟，怎么出来了？可是遇到了什么阻碍？别急，慢慢说。初练都是如此。大师兄，方才入定后尝试内视，不知这内视所见景象该是何等模样？
内视之初所见，无非自身经络图像，以心神观想勾勒而成。修为渐深，方能愈发清晰。大师兄，我想再试试。好，静心为之，不必强求。这啥意思？技能点分配？冰冷提示：未入道，道行0，不可分配。果然，这道行点数会随着入定汲取灵气而缓慢增加，消耗点数可以直接提升境界，这就是我的金手指。不知道我能提升到什么地步。我靠！诸位师兄师姐，这是做甚？行了行了，清玄师弟，你可真能做！从晌午到现在，足足5个时辰，一动也不动。已经过去5个时辰了。寻常弟子初次入定，能坚持1盏茶功夫已是难得，一炷香便是天赋异禀。师弟5个时辰，纹丝不动，呼吸几近于无，简直是100年一遇的奇才。哪里，不就是入定吗？跟 F 键上车一样。初入定便能如此深，如此久，周身气数隐有浑然天成之感。此等心性资质，确是命里玄奇。二师姐，您刚才说我命里玄奇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我随师父学过些望气相面之术，从你面相12宫气色流转来看，本应是福薄缘简之人。眉宇间隐有黑气缠朝，主早年孤苦，且有短促横腰之象。你神完气足，眸光清正，反倒透出几分难以测度的变数。此等米极泰来之象，岂非奇，岂非玄？真的看出来了，我确实死过一次，又从另一个世界爬过来了。好了，相面之事玄之又玄，清玄师弟初次修行便有如此进程，乃我清风观之福。天色已晚，先用晚饭吧。这是后山摘的野果，沾了点灵气，勉强算是灵果，常时能滋养气血，有助于聚气纳灵。你刚入门，正好补补。好神奇的果子，一股凉意，好像传遍全身，好吃。也不看看是谁摘的，哼！修行之人不通文墨，便难解经义，更易滋生心魔。我先教你执笔认字。师姐，这个雨字中间这一横为何要写得这般长？此字取屋宇之形，横长以示栋梁。文字之形，往往取向万物，暗合道理。你来试试。写字需心静，手稳，气匀，杂念一起，笔锋变乱。亥时末了，今日便到此吧。你学得很快，记性也好，往后早膳过后可常来。师姐辛苦。下午退出入定时，道行是5，此刻变成了6。这点增长是这几个时辰的自然累积，还是那灵果的功效？不管了，全部加境界，继续加境界。境界先引气入体。我操！我居然能听到远处叶虫的威鸣，竟然鼻尖也能分辨更细微的草木泥土气息，突破了！未入道变成了引气入体，后面跟着灵1万点，按此前经验岂不是要好几年？算了，继续加油吧。清玄师弟，你起得可真早，昨夜睡得可好？多谢师姐关心，睡得挺好。今日仍诵清净经，跟老夫读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原来如此。师父不用早饭吗？师父他老人家修为精深，早已辟谷，餐风饮露，不食人间烟火。各位师兄师姐，不知这修行之路究竟是如何划分的？引气入体之后，便是构道筑基，道基越稳固，以后成就越高。筑道基便是将引入体内的灵气不断凝练，于丹田处铸就修行之根本。此关最重水抹功夫与性打磨。这之后呢？修行之路大体分为4个大境界：引气入体、构道筑基、凝邦炼煞、龙虎交汇，对应话本小说里常说的炼气、筑基、金丹元婴。那师父他老人家
如今是哪个境界？师父天纵之姿，修行2甲子有余，如今道基已然大成，只待机缘一至，便可凝练罡煞。只是成就筑基圆满。清玄师弟，万不可轻视师父修为。师兄，我原以为师父至少是金丹甚至元婴大佬，结果只是筑基大圆满。修行之难，宛如登天。我而立之年得遇师父，至今修行已50余载，也才刚刚触及炼气后期。50余载，大师兄今年高寿？虚度光阴，80有6了。86，看起来像36。你二师姐天资卓绝，入门仅20载，便已摸到筑基门槛，乃是清风光100年来的第1人。我入门15载，资质平平，如今仍在炼气中期徘徊。我也是15年前和青翼师兄一起入门的，炼气中期，今年28了。把嘴里东西咽干净再说话。我入门最晚，12年前被大师兄从山外捡回来的，直到去年才总算感应到契机，如今还在炼气初期摸索。大师兄现在86岁炼气后期，二师姐你20年摸到筑基门槛，真是天才。五师兄12年才堪堪入境，我一夜之间从未入道突破到引气入体，这界面来历不明，暂且保密为妙。修行之事，内部欺己，外部欺人，心念通达，方能感应天地。清玄师弟，你已入道了吧？方才为何不说？是怕青石师弟听了心生不忿？他若连这消息都听不得，心生怨怼，那便是这12年的山中清修都修到旁处去了。师姐此言差矣，你我虽为修道之人，但终究不过是浊骨凡胎，谁又能全无比较之心？青石师兄为人敦厚勤恳，纵使他这般想了，也不过人之常情。凭什么旁人就能轻易得到自己苦求不得的东西呢？你能如此想，倒是难得。不过你能入道，全靠自己苦修，自是问心无愧。昨夜想必是一夜未眠，全在打坐练气吧？这份勤勉已胜过许多人。师姐过誉，我这点微末进程不值一谢。修行本是水墨功夫，日久方见人心。修行路上最忌心浮气躁，多少人见旁人进境神速，便自暴自弃，心魔丛生。你当引以为戒。焦虑，作为一个经历过现代社会毒打的老油条，心态稳如老狗。多谢师姐教诲。这才修了几天，修仙嘛，讲究个缘分。放心吧，师姐，我看得很开，便是此生寿不过百也无妨。看得开便好，继续习字吧。道行10可分配。果然，境界突破后，每日打坐所能积累的道行点数上限也提升了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每天10点，1年3650点，1万点大约需要2年7个月多些，不到3年便能筑基，意味着我牛逼啊！祖师在上，弟子沈回初来乍到，就求个平安顺累。要是各位祖师爷心情好，手指缝里再露点儿，譬如走路捡个仙家法宝，修为进程1日千里，那便更好了。香火贡品暂时没有，往后一定补上，莫怪莫怪。师姐，师兄，你们这是？我们在照看运灵草呢，可惜长得都不太好。这些是师父从万春谷求来的，若能成活。叶片蕴含的灵气比后山野果精纯许多，只是有些娇贵。我们正琢磨为何这几株总是病殃殃的，是缺水，还是晒多了？水是每日载自后山山泉，土是特意从温泉边取来的闰土，周遭环境也按典籍所言半阴为宜。或许是草苗本身资质太差。我可是每天都跟他们说好话呢。师兄，这书可否借我一观？这本《百草出录》记载了些常见药草的辨识与培育法门，师弟单看无妨。是否耗费10点道行点数通宵百草出录？我操！确认，必须确认。师兄，我看此草性喜阴润，具燥热，其根须纤微，好清灵之气。若地气薄杂，则抑制生机违力。这盆中所用虽是闰土，
可这陶盆将地气隔绝在外，土中灵润之气必然消耗殆尽，后继乏力。对，这盆子定是憋着他们了。师弟所言不失为一解，但这书中亦云，灵草出植须得盆钵细心养护。稳妥起见，或可先取一掺若植株用以试验。既然此草喜清灵之气，又需地气滋养，何不直接移栽到温泉源头附近？好吧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动身。清玄师弟可要一同去后山温泉边看看？我去拿剑。拿剑？后山林深草密，多有狼虫出没。师妹她一身功夫全在剑上。到了，此处源头在潭底一处石缝之中，水中灵气比寻常地方浓郁些。修行不易，切莫自误。师兄，方才那是妖怪？算不上真正的妖怪，只活的年头久了，得了些天地造化，比寻常虎兽更通几分灵性。不过一头刚摸到修行边的大猫，真敢扑过来，我一剑就能给他捅个对穿。捅个对穿怕是有点悬，那剑显然不够长。师弟若觉无聊，可在附近走走，莫要走远。这存泉水质特殊，泡上一泡于舒缓筋骨也有些好处。上辈子射出一个，温泉旅游简直是从未体验过的奢侈啊！舒服。果然，身处灵气浓郁的潭水中，灵气渗入比房间里快上一丝。对了，青翼师兄说了，潭水源头在潭底一处石缝。石缝？源头？该不会藏着什么天才地宝吧？这是哪儿？我操！那只老虎回来了！我操！要完！根筋素炼，习性自刚，名副无间，锐意难遭。你没事吧，师弟？多谢师姐救命之恩。嗨，说什么救命之恩？你可是我的小师弟呀！真是惊险！方才若师姐晚来一步，我恐怕已是成猛虎腹中之食。原本还琢磨着日后常来潭边修炼，现在还是先乖乖待在观中，提升实力要紧。师姐，你方才用的是什么法术？那剑上的白光好生厉害。算你识货，那个叫剑煞，准确说是小五行法里头的艮金剑煞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艮金剑煞，可别小看这门法术，练到高深处，切金断玉只是寻常，斩妖杀鬼也不过等闲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师姐真是厉害，不知这门法术我能不能学啊？当然可以，本门术法只要入了道，根基稳固，都可按自身资质与喜好选修。不过，可不是人人都能练到我这般厉害的，得下苦功，还得看悟性。莫要自夸。我哪有自夸？就连师傅他老人家都说，我这手金金剑煞已得他3分火候。终究是本性难移。火起，既已殒命，便尘归尘，土归土吧。这火法用来毁尸灭迹，简直既环保又高效。根金剑煞虽利，却不是用来好勇斗狠的。师父教你此法是让你护道持身，非是炫耀之姿。知道了。喏，尝尝，刚摘的，可甜了。
多谢师姐。查看面板，道号清玄古灵22，境界引气入体，道行111，可分配111点。照这个速度，1年出头应该就能达到炼气中期。将111点悉数分配到境界一栏。感官更强了。我操！不错，看起来更帅了。从穿越之初在破庙里啃生红薯，到现在于深山道观中有了自己的屋子、自己的功课、自己的算是家人吧。小师弟，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小师弟，你莫不是已经入道了？侥幸入道了。哇，这么快！师弟这几日闭门不出，整日打坐练气，修为精进，难道不应是理所应当的事吗？师姐这话倒是让人不好再接了。恭喜师弟，真是厉害！我当初可是花了整整11年才……好小子，果然是个修炼奇才。师傅这次果真是捡到宝了。清玄留下，浊气进去，清气渐生，看来确已入道了。弟子侥幸。修行一道可没什么侥幸可言。你入门不过10日，便有如此进程，资质确是上佳。既然入了道，便可开始习练术法了。你想学什么？师傅，不知关中都有哪些法术？门中有飞剑之术一门，小五行法一卷，望起术一卷，仗剑之术一门，伏法杂传若干，鹤形、蛇形身法2种。不知这些法术各自有何效用？飞剑之术乃是我清风关看家本领，须得筑了道基才能修行。小五行法是第2代关主传下来的玄门正法，望气术能观地势风水，辨气运流转，也能瞧出人头顶是否有凶掠血煞，但对天赋要求颇高。如今关中也就你2师姐学会了。仗剑之术是第5代关主游灵万剑山悟出来的用剑之法，伏法杂传是历代祖师4处收集而来。至于2门身法，鹤形善腾挪闪避，蛇形力突进袭杀，各有用处。师傅可有建议？你如今初入道炉，根基未稳，当以一门护道持身的法术为主。弟子想先看看那小五行法，瞧瞧哪门适合自己。随我来吧。这是小五行法的抄本，记住，修行如登山，一步一个脚印。控火篇，控火，看来我与火行有缘。世间火分2种，一曰凡火，二曰性火。所谓性火，即依凭7情6欲为柴，食神为引，点燃命门真火。原来如此，试试看。心火，看来没那么简单，再试试。虽然没能点燃火焰，但离入门已然不远。只是这一步，或许需要更深的积累，更多的感悟。三师兄，我近日修习控火之术，却总不得要领，师兄可否指点一二？我修的控火之法，走的是文武之火的路子，武火猛而烈，用以攻伐；温火温而长，用以炼养。师弟所感的心火，与我的路子不太一样，恐怕帮不上什么忙。
我走的是阴火阳水、水火相济的路子。阴火者，非肉眼可见，乃真阴所化。你的路子与我不同，多说也是无厌。看来这小五行法果然如师傅所言，个人资质悟性不同，所修出的法门也各不相同，自己的路还得自己走。你问他们，自然是问不出什么的。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他们走的路未必适合你。弟子明白，只是弟子不知自己的路在哪里。你既欲练火法，可知道什么是火？从道受生谓之性，性欲于气，气欲于火，火者，道之华也。那是道书上的火，而非你心里的火。你且去灶房帮几日忙吧，每天烧火做饭，看着那些新柴如何点燃，如何燃烧，如何熄灭，看明白了，或许就明白了。弟子遵命。师弟，你看，这烧火第一桩事儿不在点火，而在架柴。柴不能架得太实，太实了不透气，火憋着烧不起来；也不能架得太虚，太虚了留不住热，火一窜就过。底下要架空，留个口子通风，这叫灶陶有路，烟火自来。这根是松木，油脂多，火旺烟大，适合爆炒。这根是榆木，硬耐烧，火力稳，适合炖煮。火这东西要顺着它的性子来。我修炼是不行，师傅说我资质愚钝，可烧火做饭这事儿，我做了将近10年，倒也琢磨出了一些门道。这灶堂里的火是人间烟火，可惜修为高的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。师兄，这人间烟火在我看来也挺好的。那是，没这人间烟火，你们吃什么？行了，你坐着慢慢琢磨吧，我先去讨水。架柴要留空隙，火才能走得通。引火要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。不同的柴有不同的性子，烧出不同的火，火势大小要顺着它，不能硬来。这不就是七情六欲为柴，不是要强行在丹体里造出一团火，而是要找到自己心中那一点本就存在，却一直被忽略的火种。沈回，录取通知书。好啊！这是喜，然后是怒。你们的树挡住老子的地界了，要么赔钱，要么别怪老子不客气。凭什么算了？那两人不只想要我衣服，还想要我的命。七情六欲为柴，不是要强行去生出某一种情绪，而是要承认那些本就真实存在的东西。哪一样不是最真切的柴火？哪一样不能在心底烧成灰？谓之火者，气之神也，天地之眼，造化之权。心念动处，便是火起。成了。师弟，你怎么哭了？一不小心被烟熏了眼睛，还要多谢师兄指点迷津。这算什么指点？我就是教你烧个火罢了。这便是心火，我终于有了第一门法术，没有依靠外物，而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。哎呀，糊了！哎呀，可惜了一锅好米。怪我，光顾着自己，忘了锅里还有东西。五师兄，我来炒个菜吧。你会做饭？
这是冬菇，能吃，不添柴也能烧。师兄忘了，我修的是火行之法，只是要耗费些许灵气。师弟，你这控火之法算是入门了，还要多亏师兄点拨。你要是以后天天来掌灶，定能省灶房好些柴火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还有菜，一些蘑菇和野菜。五师兄掌灶，我给打了个下手。不对不对，菜都是小师弟炒的，我就只烧了烧。不对，火也是他自己烧的。好香啊！小师弟还会做饭，好吃好吃！没想到小师弟还会做饭。修行之人当清心寡欲，一味贪恋口舌之欲，与俗世之人何异？二师姐说的是，修行自然要清心为寡欲。可俗话说，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这吃饭睡觉，既是人之本性，又是天理伦常，何必强去压抑？行为心意，物累其神，耽于味者，离道日远。师姐可知这茶从何来？山泉所煮，野茶所沏。泉从何来？后山石隙渗出。那为何不取渠中浑水，偏要取这崖上清泉？渠水泥浊，不堪饮用。不堪饮用？师姐既分清浊，又何必责备吾等贪恋口舌呢？我择泉，非取其味，而唯取其清。师姐啊，这清难道不是一味？若无味，何以辨清浊？师姐必甘之名，而行卷味之实，岂非掩耳盗铃？诡辩，耽于品味，心逐物转，便是下乘。师姐若欲真饕餮，大腹平平，食不知味，自当呵斥。可我等不过求菜蔬适口，羹汤得宜，何必以俗字讥之？圣人有云：泥丸百节皆有神。师姐若连这碟芥菜的滋味都辨不出来，又如何知道那舌头上的8400味食神是欢喜还是重苦？你这是歪解经义。那便说点不歪的。正所谓食色性也，真正的修行不是灭情绝欲，而是在面对欲望时，依旧能保持清醒和节制。一味禁欲，便会缺了几分厚重，来者不重，则又会不堪其累。我在七鹿山修行20余载，自以为看破了许多事。今日听师弟一席话，方知这人间烟火也是一味大药。火候正好。按照师兄们的说法，我现在有2条路可选，其一为外道之法，名曰煞鬼；其二为内道法，名摇心灯，不假外物，只练本心。究竟选哪条路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小东西还挺可爱。操！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却吞我心火，害我性命。既如此，我便与你鱼死网破，不死不休。心灯之法，既然敢挑衅我，就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。成了，成了。我好像把一只野生煞鬼给练成了心灯灯心，可惜自己已身受重伤，马上就要死了。再不努力，罢了罢了，就这样躺着等死吧。只可惜自己刚来不久，还没有好好体验一下这方世界。只可惜那心灯之法，刚学会就要带着一起躺棺材。
夜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真是连死都不得安全。黎明洞照火斧神功，飞焰烁电，煞火腾红，烧魂炼魄，赤气翻风，妄行绝念，猛鬼出笼，火起！成了。幸好昨晚晕得及时。界面道号清玄古灵22，境界引气入体121分1钱，道法两界真火小成，星灯主炼，煞鬼主杀，身魂铜炉，内外俱焚。两界真火小成，那不是我中毒后看见的幻觉吗？不对，如果一切都是幻觉，那我此时为何真的炼化了那只小鬼？可如果是真的，那我胸口的伤呢？怎么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？也没问题，还在。你在干什么？师姐找我可是有事。今日早课你缺席了，师傅让我来看看你醒了没有。睡过头了。昨晚的事你还记得多少？真真假假分不太清，也记不太清了。昨晚吃的那些蘑菇有毒，那蘑菇能乱人心智，吃下去的人会生出各种幻想。然后呢？我回房之后，瞧见一只狸猫坐在岸上开口说话，立刻便知道不对，当即就去找了师傅。然后师傅带着我从西院一路找过去，将被幻象迷住的弟子一个个解救出来，用的是符酒。还好不是大粪。最先找到的是静慧，她用稻草和泥巴糊在自己脸上，正对着铜镜梳妆打扮。然后是大师兄，他在东院的空地上用他那柄剑罗地犁了3垄。三师弟坐在屋里，对着一沓草纸念念有词，说是他的功法秘籍。那武师弟呢？武师弟倒是省事，他睡得很死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师傅说他8成是在梦里不愿醒来。经验主义害死人。最后找到的是你，你的癔症最重。我们找到你时，你正躺在灶房地上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师傅给你喝了符酒，然后怎么了？然后你念了几句口诀，放了一把火，除了胡子眉毛头发被烧了不少，其他倒是没什么大碍。那师傅他老人家没生气吧？师傅说让你醒了之后去见他。他今早起来照镜子，照了许久，早课也没上，一直待在房里。待着干什么？不知道，偶尔能听见里面传来磨刀的声音。很厉害的火。我操！师傅在磨刀。好了，悬着的心终于是死了。进来。弟子清玄，给师傅请安。起来吧。让你起来就起来。师傅，别说话，让老夫先把这半边眉毛修齐整了再说。醒了？醒了。身子可有不适？回师傅的话，无有不适，一切都好。你那火是怎么炼的？弟子昨日在灶房洗碗，不知怎的就……老夫活了100多岁，还是头一回见人不知怎的就能炼出如此厉害的火法。罢了，机缘这种事强求不来，
也解释不清。你既然练成了，那就是你的元法。就是这胡子眉毛，老夫这100年清修，还是头一回搞得如此狼狈。弟子知错，还请师父责罚。责罚你有什么用？能让老夫的胡子长回来吗？行了，起来吧。幸亏老夫的浮木之术还算精通，只需几日便可重新长回来。你好好修炼，明年开春随我下山，为师托人给你制一身德罗，再购一双云履。弟子多谢师父。对了，晚膳记得做顿好吃的，老夫倒要尝尝你的手艺，是不是有他们说的那么好？弟子遵命。三师兄，我想借几本书看看，地理风物、民俗贬示之类的。随意挑，看中哪本拿走便是。青州府志、九州山川详著、大硕英雄列传、风俗异闻录、王朝新殿编仪，好东西。师兄还写集子，诗词歌赋、奇闻异事，但凡有意思的，我都记。等记满了，说不定也能刊印成书，传于后世。师兄，其实这诗不止2句：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；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；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；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男儿欲遂平生志，五经琴相窗前读。妙，真是妙！尤其是这千钟寺、黄金屋、颜如玉，层层递进。师弟，这是你写的？我可没这本事。听说是一个老学生为了劝学才写的，时间久远，名字已经佚了。唉，如此好诗，竟连名字都没留下。而且这诗背后还有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具体我也不知，似乎是说书生遇到书中的精怪，结果被县令强取豪夺，强行拆散的故事。可惜了，这故事的结尾实在是可惜了。毕竟这世间或许没有那名为颜如玉的女子，却一定有不少巧取豪夺的县令，而这才是劝学该有的样子。黎明洞照，火斧神功，飞焰烁电，煞火腾红，烧魂炼魄，赤旗翻风，妄行绝念，猛鬼出笼。急了！火法练到这个地步，便足够应对筑基之下的山野精怪了。接下来该学新的法术了。木主生发，故能催发生机；木主风，故能引动气力；木主雷，故能行使雷法。若真能三者兼得，那这浮木之术的价值，怕是要大得多。所谓的木气是什么呢？试了一夜，那缕木气愣是没感应到分毫。行吧，该省省，该花花。系统，我要消费。是否消耗100道行点，学习小五行法浮木篇入门？是。好奇妙的感觉，没有控火术那般滚烫，反而如同生命般温暖。浮木之术入门。驻颜延寿，呼风唤雨，驱雷掣电。这还是我以为的那个辅助法术。看来用道行点数灌出来的和靠自己慢慢悟出来的，的确大不相同。10步之内清风自来，虽然暂时只能吹吹树叶，翻翻书页，但以后呢？等小成了，
100步之内落叶纷飞，等大成了，行云布雨，驱雷掣电，有卦真好。数月后，腊月，初雪啊，瑞雪兆丰年，好美的太阳。很香，多谢阁下的松子。那是个人，可这深山老林的，怎么会有人？算了，去看看。老张莫怕，我不是歹人。多谢道爷。老丈别这么叫，我只是个刚入门3个月的道士，当不起道爷二字。这可使不得。顺路，走吧。老张是哪村的？回道爷，山脚下李家庄的。李家庄的，走这么远来打柴？老丈，我记得按大朔朝的规矩，七路山是关山吧？平民擅闯关山盗伐，被发现轻则打板子罚银钱，重了还要发配充军。老丈不必担心，您捡的都是些枯枝，算不得砍伐。便是官府知道了，顶多训斥几句。道爷是个好人，要不是县太爷贴了告示，说不能上山惊扰道长们清修，老汉说什么也要到观里上一炷香。清风观里的都是高人，降妖驱鬼，就属清风观最为厉害。老丈是缺柴，为何不到近处的岷山去砍，非要跑这远处的关山来？近处的去不得。几个月前，山里头突然来了一只老虎，把几个猎户都吃了。官府组织人去打，赶是赶跑了，可谁知道走了一头老虎，又冒出一头恶狼。那猫儿岭是进山的必经之路，那狼就躲在岭上，从高处往下推石头砸人，专挑落单的下手。已经吃了好几个了。有人看到他已经能直起身子走路了。直起身子走路？刘瘸子说的。他那天上山砍柴，远远瞧见那畜生在岭上立着，2条后腿站着，前腿耷拉着，跟人似的往山下望。直立行走的狼，吃了人，还知道从高处推石头，这已经不是普通野兽了。官府没管。县太爷派了几个衙卫带着刀枪去的，结果那畜生扭头往山里一钻，愣是连根毛都没逮着。小道爷，老汉不是有意要盗伐关山，实在是没法子，家里就剩我一个人，柴火烧完了，不捡就得冻死。老丈不必担心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得赶回观里。往后打柴别走太深，就在山脚捡捡便罢。师傅，进来。回来了。师傅，今日我在山上。猫儿岭，老夫大概知道了。那厮本是山间一寻常野兽，前些年只会些吐纳月华的本事，倒也没吃过人。这次兴许是瞧见了那老虎食人，便也动了贪厌。你下山时，那老人可曾求你出手？没有，他连提都未曾提过。倒是个本分人。不过这事既然让你撞见了，便也不能不管。那孽兽已吃了好几个人，再养下去，迟早成精作怪。你又是如何想的？便不能无动于衷。弟子知道了，猫儿岭有狼。那老丈您肯绕远路闯关山，也不敢走那条近道。
可见那孽兽已经把人逼得没了活路。所以你是想下山除了那妖？是。入门才3个多月，就敢揽这活计？弟子那火行之法还算凌厉，对上寻常精怪应是够用了。况且，若是再等些日子，怕是会有更多人命丧他口。那狼确实还未成气候，但也差不来了。你方才说，有人见那畜生能立着走路，那老丈是这么说的。能立着走路，便是在学人的样子。这种畜生最是难缠，它比野兽聪明，又比精怪莽撞，偏偏是这半成不成的时候，最难拿捏。师傅是担心弟子应付不来。你自己觉得呢？弟子没和这种东西交过手，说不准。不过，我心中还是有几分把握的。行，那你就去试试。师傅答应了。你自己揽的活儿，自己去做。老夫只问你一句，那猫儿正在哪个方向？你可晓得？连路都不认得，就敢说要下山除妖？明日让静明陪你走一趟，他认得路，也见过些世面，有他看着，出不了大岔子。有劳师姐。你可知晓什么追妖锁鬼的法术？不知。那你要如何降妖？我打算先去李家庄问上一问，问明白了，再去那地方走一趟。然后呢？以身作饵。以身作饵。那狼妖既已识人，便不会再怕人，而这些时日村民们不再上山，他便定然缺少血食。若是有人在这个时候闯进他的地界，你就不怕被那狼妖吃了？有二师姐在后头掠阵，我又有何惧之？我会忘气之术，到时候可通过辨认妖气流转来寻那畜生踪迹。那便更加稳妥了。师姐威武！是清风观的道长，两位道长可是来除那狼妖的？那畜兽可把咱们害苦了。诸位乡亲莫急，小道有些事想先问一问。道长哎，活不下去了。老黄使不得，您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那道爷呀，侄孙女婿的二大爷，前些日子去帽儿岭打柴，一去就没回来呀。老丈，您先起来，有话慢慢说。老汉心里苦啊！前些日子我那孙儿本来都要娶媳妇了，结果一听说是我们李家庄的，连面都不见了。可怜我老汉的聘礼都被他们昧了呀！昧什么昧？人家刘家傲的又不傻，谁愿意把闺女嫁给一个傻子？哪个狗日的在放驴球皮？哼！我说的怎么着？你家那傻小子连鸡屎都吃，还不算傻吗？你懂个驴球！我那孙儿是实诚。实诚？那他妈叫缺心眼儿！你才缺心眼儿！你狗日的，就是因为自己娶不到婆娘，心里烧得慌。我缺德？你家那傻小子往村东头的水井里拉屎，让全村人都喝他的屎汤，你说你缺不缺德？你揽的活儿，你自己收拾。诸位，老丈，您孙儿的婚事回头再说，眼下最要紧的是那狼妖。这位大哥，咱们先把正事办了，成还是不成？敢问诸位，可曾有人亲眼见过那狼妖？只有几个远远瞧见过，说那畜兽站起来比人还高，前爪子会扒拉石头往下推。那狼妖害人，具体都是在何处出没？就在岭上，那畜生霸着那条道，谁走谁就遭殃。
香，一定很好吃。跑吧，你跑得越快，我越兴奋。星火从内而外已经将它烧成了焦炭，不过这畜生倒是有点功行，还能维持形体。回观吧。不去李家庄告诉村民们一声。狼妖已除，他们应该知道。不必了，他们见你我二人迟迟未归，明日自会上山来看。届时见了那狼尸，便什么都知道了。那他们岂不是无法向你致谢？我除妖不为虚名，就像师父不让人入关上香一样。你怎么了？无妨，术法一流之正，无伤大雅，2日即退。你的火法很厉害，与我的相比，威力要强上不少。你练的是阴火之法，鬼贵有余，灵力不足。那三师弟的文武之火呢？外道之法，与我相较，变化不够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皆不如你？不如。这才是真正的你吗？轻视傲目，顾盼自雄。平日里的那些温和谦逊，都不过是你装出来的。就因为我说你二人的火行之法不如我凌冽霸道、诡谲多变，你便觉得我虚伪矫饰、本性孤傲。你甚至都不曾见过我与三师弟出手，又如何能对我俩评头论足呢？我不用见。阴火者性寒而幽，最善偷袭、困敌扰人心神，重者往往至死不绝，是也不是？没错。若遇强敌，正面对攻，你那阴火之法可能烧穿对方护体钢煞，不能。可能焚毁对方肉身法宝，不能。可能在一息之间取人性命，不能。再说那文武之火，文禅武炼，二者相济，可既是走文武相济的路子，便注定了两头都要兼顾，两头都难臻极致。我们三人修为道行或有深浅，可所修所悟之法，皆出自小五行法。至少在火行这一条道上，你二人皆不如我。你说的这些话，你平日里也会说这些话吗？平时不会。为什么？平日里那个沈回，知道人情冷暖，言语如刀，而此刻你看见的沈回，七情六欲已被心灯焚尽，不知遮掩，不会拐弯。术法一正。没错。人由血肉魂魄构成，可为何人人不同？因为七情六欲将血肉魂魄塑造成了不同模样。若你用此术，亦与我无异。所以，哪个才是真正的我？是那些被烧掉的，还是那些被留下的？都不是，或者说，都是。走吧，天黑之前回观。道行327。今早下山之前，这个数字还是33。杀了那狼妖之后，竟涨了294点，几乎抵得上我1月苦修的量。杀一头狼妖便是近300点修为。若是杀更厉害的妖呢？若是杀一群呢？若是有二师姐的本事，循着妖气追溯妖物，日后下山除妖，岂不是方便得多？看来须得先学一门寻妖之法。望气之法嘛，里头有卷帛书，自己寻去。那狼妖，你杀的？是。观人气，观地气，观物气，好东西。欲练此术，需先入定之境，心神澄澈，再辅以特定呼吸之法，将心神汇聚双目之间的天目穴。我试试。这是修行者气强盛凝练，
嗜杀者气红中带黑，我刚杀过狼妖，沾了些血煞之气，这大概便是这抹淡红的口来。妈的，这滋味简直跟晕车一样。刚刚那事，明日得找师傅问问。怎么，可是遇着难处了？这旺气术看着容易，修起来却需几分天赋。你这才看了一夜，不成也是常事，不必放在心上。这东西本就讲究缘法，强求不得。弟子已将旺气术入门了，师傅。知道了，你且先回去，等过些时日，为师给你寻门别的法诀。你说什么？弟子说，弟子的旺气术已入门了。你是说，你昨天才拿回去，今日一早就入门了？是，一夜。可曾试过？试过，只是看久了有些头晕，扶着窗桃缓了好一阵才缓过来。了不得，了不得，他奶奶的！行了，为师知道了，出去吧，为师还要修炼。特娘的，被一个弟子抄了，老道我的脸往哪儿搁呀？最后，丑小鸭变成天鹅飞走了。妙啊！这哪里是鸭子，分明是一只妖物修行变化之术。师弟，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可还有后续？你特娘还真是个人才，我怎么不知道丑小鸭竟然是个打脸爽文？接下来这个故事叫《海的女儿》。东海之滨有一鲛人公主，修行水系秘法。鲛人，这个我晓得。可公主，一日，她救了个落水的凡人王子。莫要打岔。这鲛人公主生得极好，那王子生得俊俏。鲛人动了凡心，便去寻海中巫师，问可有法子能让他上岸。巫师是何物？便是巫虚之流。那到底是巫还是神？巫。可这海里怎会有巫？莫不是蓬莱仙岛上的仙人？还听不听了？讲完再问。那巫说，若想化形，需断尾成足，只是如此一来，每行一步，便如踏刀尖。非但如此，还得炼化喉间横骨。讲完了，喉间横了。讲完了，问吧。每行一步如踏刀尖，这莫不是一门横练功夫？不是功夫，是代价。不是只有结丹大妖才能化形吗？那鲛人既未结丹，如何能变出双腿？那丽珠便是传说中的鲛人珠吗？听说有避水之效。故事里是这般说的。能避到何种地步？是只避自身，还是连周身3尺皆可避？大师兄，这是故事哦。那化作泡沫，可是散功归元？算是死了吧。那他值不当啊！为一个负心汉，把自己折腾成这般模样。此乃情劫，修行之人最忌情劫。这鲛人历劫不过，便是生死道消。好了，故事结束了，各位亲会。真没了。就一个梁祝那个，再讲一遍呗。讲过了。那就讲化蝶那段。师姐，那就是个故事。可你上次说故事都是有原型的。你真想知道？行，那我告诉你，想化蝶得先变成毛毛虫。毛毛虫你知道吧？就是单鸡，绿油油、肉乎乎，浑身长着细毛，一拱一拱往前爬，有的还有毒，碰一下就起疹子。然后这毛毛虫长够了，就要找个地方挂起来，把自己裹进茧里。那茧是自己吐的丝做的，黏糊糊的。在茧里头呢，他得把自个儿化成一汤。一汤？没错，一滩。
就是一股黄黄绿绿的浆，然后那些浆再慢慢重新长出复眼。复眼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密密麻麻的，跟筛子似的眼睛。等这些都长好了，它就从茧里钻出来。刚出来的时候翅膀还是湿的，得晾干了才能飞。晾的时候，那翅膀软塌塌的，跟泡烂的纸似的，丑得很。是啊，真恶心。你骗人！我可没骗人。总算清静了。这浮木之术，难不成真是催生之术？不过除了头发，身体也确实比从前轻健了许多。道行391，小五行法其他篇可以拿下了。还是否消耗100道行点数，学习小五行法遇水篇入门？是否消耗100道行点数，学习小五行法瑞金篇入门？是。是否消耗100道行点数，学习小五行法画土篇入门？是。遇水篇可聚气成水，凝水成冰，凌波而立。瑞金篇入门并。身体也确实比从前轻健了许多。道行391，小五行法其他篇可以拿下了。还是否消耗100道行点数，学习小五行法遇水篇入门？是否消耗100道行点数，学习小五行法瑞金篇入门？是。是否消耗100道行点数，学习小五行法画土篇入门？是。遇水篇可聚气成水，凝水成冰，凌波而立。瑞金篇入门并可吐气成剑，洞穿金石，可先土成墙，撼地如水，化土为石，化石为土。入门便能吐气成剑，踏浪而行，先土成墙。这要是全练到高深处，那还得了？师傅当初说小五行法练到高深处有莫大威宁，原来真是一字不虚。威力不错，凝五行俱全，虽有4门都只是入门，但筑基之下，能胜过我的怕是已经不多。这儿最大的药铺在何处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这是你们来的地儿吗？就往里闯！瞎了你的狗眼！哎呀呀，原来是贵客登门，这狗日的有眼无珠！二位快请进，快请进！不知二位是看病还是抓药？不看病，也不买药，只打听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你们这药铺，整日里与采药人打交道，可知这附近山中哪里有桃花扇？桃花杖，便是粉红色的雾气，沉在山谷里，风吹不动，日晒不散。人若是闻了，面色沉红，像喝醉了酒一般，头晕目眩。若不及时医治，便要送命。哦，您说的是瘴气呀？有。去年刚开春有个采药的，不知怎的就闻了瘴气，昏迷不醒。最后还是清风观的道爷画了道符，化水灌下去，才捡回一条小命。那采药人是谁？如今在何处？您瞧，这不巧了吗？就是他！这是做甚？你给我站上！不晓得，老汉什么也不晓得。那地方啊，在七路山和清平山夹着的谷里头，那雾粉粉的，看着怪好看的。我多看一眼，回家就晕了。关山，这位老丈有所不知，那七路山中有一座清风观，是在官府挂了名的，是以那座山头便被划为关山，寻常采药人不得擅入。带我们去一趟，这个便是你的。我带，一定带到。带到了一切好说，若是带不到，这是定金。另外半截事成之后再给。给我寻个人牙子来，我和师傅要进山，需几个开路的，4个抬滑匠的，拢共10人。大爷，哪用得着人牙子？这事儿小的就给大爷办妥，不就是10个人吗？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
我要的是能抬人开路的壮实汉子。你要是敢给我寻些走不动路的老头子凑数，上了山还要我反过来伺候他们。徒儿，你我师徒此次共寻了几种瘴气？4种杀气，1种。转眼你就陪为师走了这么远，辛苦你了。待会儿为师便将这番子的炼制之法传授于你。你可知道，这人死之前的最后一口气被称作什么？阳气。咱们这一脉大部分法术还有法宝的炼制，都需要收集这一口阳气，用阳气洗炼阴魂，再辅以煞气与毒瘴，炼成法宝。每逢祭出，阴风一吹，便能销魂蚀骨。几番吧，徒儿啊，你可不能像你师兄一样，从我这里知道炼制之法就跑得没影了。师父，弟子对天发誓，绝不敢有二心。若为此事，天打雷劈！起来吧。这番子每逢百魂，还需一道主魂导引，最好是阴魂或猛鬼。若没有，便用修士的魂魄。为师跟你说过，这趟出来凑够多少魂魄了？还差一些，便能破1000魂了。是啊，还差一些，还差一道主魂。师父，你说什么？我的腿为什么动不了？老东西，你做了什么？乖孩儿，去将周遭的虎豹杀尽，然后回来替我护法。莫要贪玩，你跟着为师学艺9年，根基扎实，魂魄凝练，便成全为师这一回吧。好险！方才那黑点势大力沉，若是我没挡住，此刻怕是已经横尸山道。这猴子该死！去！居然是颗果核，不知是什么果子，被这猴当成了暗器。今日你就是姓裘，怕也难逃一死。黎明洞照火斧神功，飞焰爽电煞火腾红，烧魂炼魄赤旗翻风，妄行绝念猛鬼出笼。击杀成功，获得道行150点，还不错。我想起来了，山海字记说过，瀛洲有兽，名曰白头羊，面如敷粉，身如墨染，尾长过身，柔韧如蛇。欧洲处东海尽头，距永昌郡何止万里？这东西怎会出现在此处？而且断尾不死，寻主复生！我操，真的跑了！道友，快替我挡住这妖物！多谢小友出手相助。这些事，贫道玄阴散人游方至此，听闻这山中有一妖物作祟，和几个雇来的脚夫想除此一害，可谁知那妖孽厉害非常，竟将我们一行人，可怜了我那徒儿，跟了我足10余年，乖巧懂事，孝顺听话，昨日还在给我端茶倒水。是什么妖？一条修炼多年的飞蛇，狡诈的紧，能取杖杀人。那妖物如今在何处？已被贫道收入这降魔幡中，正在炼化。前辈，你这降魔幡怎的直冒黑气？那妖物凶悍，挣扎的厉害，待我炼化一阵，便可无虞。小友年纪轻轻，便有一身好本领。方才那道白气洞穿金石，干净利落，当真后生可畏。不知是哪座仙山的高徒？前辈节哀，既然妖物已收，晚辈便不打扰了。小友且慢，老夫方才收那妖物，耗了不少元气。这炼化妖物的关头，最忌有人惊扰。不知小友可否替老夫护法片刻？待事成之后，老夫必有重谢。前辈，非是晚辈推脱，只是天色已晚，晚辈若再不回去，师父怕是要着急了。既如此，不知小友是哪位高人门下？日后有缘也好登门道谢。晚辈师从青城山青阳真人。金丹真人，金丹真人，若所言非虚，那还真是挨不得碰不得，除非做干师傅。小畜生，竟敢坏我大事！这年轻人手段居然如此凌厉，那火鬼的威势竟比他收的那些阴轮还要霸道。报！老夫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本以为这年轻人不过是哪家道观里偷跑出来的愣头青，可这土术金气活法一样比一样凌厉，竟让老夫有些招架不住。小兔崽子，受死吧！为何我心中会莫名有这么深沉的愤怒？那眼球，什么？瞬间就挣脱了老夫的祸心之术！气杀老夫！气杀老夫！命真硬啊，脑袋能缩进去，胸口总不能也缩进去吧？治好老夫的做工！总算死了，还挺难杀，倒是个不错的宝贝。萍水相逢，便送尔等一程吧。道号清玄，骨灵23，境界引气入体状态，
回气中道行1465，本命道图未显，师姐轮盘1可抽取。1465点，竟然涨了这么多，抵得上我4月苦修的量。那老头头上满是黑气，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过没想到能让我获得这么多道行。师姐轮盘1可抽取，这是什么？算了，回道观再研究。那老头实力一般，手段倒是不少，不像是正经道门的法术，也不知道此人出自哪门哪派。可惜观中无有讲述修行门派的书籍。小师弟，这一整日跑哪儿去了？给你留的饭还在灶上温着。去了趟后山，走得远了些，今晚就不吃了。多谢三师兄。1465点，全部投入境界一栏。炼气境若分为前、中、后3个小境界，每个境界大约需要3300多点。如今3361，算起来已经堪堪跨过炼气前期，步入炼气中期了。师姐，道家有师姐之说，即得道之人遗弃肉体而先去，留下衣冠或尸体，谓之师姐。可这轮盘叫师姐轮盘，难道是可以用人成仙？这是抽奖大转盘啊！道图凝尸炼剑，这是啥？师父说过，道图乃是一个修士的根本，是日后筑基结丹乃至成鹰所倚仗的大道根基。可这个凝尸炼剑，该不会是什么邪门歪道的路数吧？凝练本命3剑，需以修士尸身为引。古剑白骸，筑基修士01；血剑赤绕，金丹真人灵辉1；肉剑辅生，元婴真尊0分1。材料不足。妈的，果然不是什么正经法门，最低就要一具筑基修士的尸身，这让我上哪儿去弄？我现在连炼气后期都还没到，去找筑基邪修岂不是自投罗网？还是明日去探探口风吧。师父他老人家见多识广，或许曾听过这凝尸炼剑的法门。另外，那翡翠葫芦的来历也得问问。不想了。你说他在祭炼幡子，什么样的幡？一杆白幡，幡面上有黑气缠绕，隐约能听到鬼哭之声。他还从葫芦里放出了许多阴魂恶鬼，凶力非常。魂幡阴魂鬼怪，这是阴魂宗百鬼门的路数。你说你把他杀了？是。你胆子倒是大得很。修行不到1年，便敢与阴魂宗邪修斗法。那人若是早有准备，魂幡祭炼圆满，以你那点道行，未必能活着回来。弟子知错，一开始是被白头桥盯上，后来瞧见空地上不下10具白骨，弟子本想退走，可那老者不让弟子离开，说是要弟子替他护法。弟子没奈何，只好先下手为强。玄阴散人没听说过，不过这种祭炼魂幡的邪修，死在他手中无辜百姓没有100也有80，杀便杀了，也算是为民除害。师父，弟子还从他身上得了这个，不知是什么来历。此物有芥子纳千迷之效，可自由变化大小，还能装些经过祭炼的阴魂鬼物，倒是件合用的宝贝。也不知那人从何处得来的。弟子能使吗？自然能用，只需以自身灵气日日温养，不出一旬便能随心所欲的变化大小，收放物件。师父，那人好像还修炼了一门叫做凝尸炼剑的法门，不知您可曾听过这名目？不曾听过。这世间法门多如牛毛，为师又不是神仙，哪能全都知道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弟子觉得那人的手段有些邪门，担心他还有什么师门长辈，是以想多知道些，日后也好多些防备。无需担心，那阴魂宗的老巢位于东海瀛州，距离此地何止万里。不过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否则有些错，犯一次便后悔莫及了。师父，关中可有介绍修行门派的书籍？弟子对这方面了解太少，想看一看。没有这种书，各门各派的秘法路数哪会写在书上让人观看？过几日随我下山，路上得闲了，为师慢慢讲给你听。不过下山之前，你还有件事要做。什么事儿？学几手符法，治病驱邪的简单符法。咱们清风观好歹是正经道门，不要只会打打杀杀。日后行走江湖，总不能见着个撞邪的病人也一把火烧过去吧？弟子明白。学习符战的书被静慧拿去了，你若要看，就去找他。收。放。好宝贝，真是个好宝贝。可惜只能装死物和阴魂，有了这东西，下山便方便许多，干粮、水、衣物都能塞进去，不用大包小包的背着走。这是什么？是那白枭的尾巴！一个死物也敢猖狂，孽畜还不受死！
市井小树伏龙桩，这不就用上了？歪门邪道。小师弟，快吃，师傅在前头等着呢。这么早？早些动身，天黑之前便能赶到县城，否则便要夜宿荒村了。头一回下山，机灵点，听师傅的话。知道了，大师兄。路上吃，路上小心。拿着，路上买点吃食。这是官道，往东走是渠县县城，往西走便是永昌郡治所。县城搁在后世大概相当于副县城，能让县城跑几十里官道来接，看来师傅面子不小。有劳县城，王知县可还安好？县尊安好，只是这半年来县里积了不少事儿，县尊日夜忧心，头发都白了一半。走着便好。那我也不做了。说说吧，这半年都有哪些事儿？去年8月，城东刘家老宅闹鬼，无人敢进。9月，城南王府下葬3日后，棺材里传出抓挠声，开棺一看，尸身翻了面。10月，北边的徐家村丢了3个孩子。11月，白水河渡口闹了水鬼，还有猫岭的土匪。那土匪等回关的时候再说。先去周记裁缝铺。哎呦，季晨道爷，给他量量，做一身德罗袍，1双云履。嘿嘿嘿嘿。这是细麻布的，便宜些，200文；这是棉绫的，400文；这是上好的素绸，要1两银子；这是桐华布和织锦缎。师傅大气，德罗要绣什么纹？云雷、八卦、云雷。袖口再织些金线进去，剩下的算作工钱。嘿，保证10天之内赶出来。师傅，这位周老丈是？以前是道路司的支将。难怪道路司是掌管天下道士部级公关民号的衙门，能进去做支将的手艺，自然不是寻常裁缝能比。不过这也太贵了。季晨道长，可算把您盼来了。小徒清玄。嘴唇子都冻青了，居然还在不停给自己扇风，装逼。这位是李秀才，精通阴阳术数。这位是法明师傅，从万安寺来的。这位是清风观的季晨道长，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。诸位，这半年来县里积了不少事，本官无能，只能请诸位来帮忙。县尊不必客气，但说无妨。头一桩是城东刘家老宅，那宅子空了7、8年了。去年8月开始，夜里常有哭声，有人说是刘家老太太的鬼魂，也有人说是闹狐狸。第二桩，城南王寡妇的坟，下葬3天后，棺材里传出抓挠声，开棺一看，尸身翻了面，指甲全磨断了，棺材盖上有抓痕。仵作说是诈尸，可尸身又不像。第三桩，北边徐家村丢了3个孩子，都是在夜里丢的。有人说看见过黑影，有人说听见小孩哭，可谁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。
第4桩，白水河渡口年前闹了水鬼，有个船夫半夜摆渡，看到河中央站着个白衣女人，一眨眼就没了。第2天的船夫就疯了，现在还在家里躺着。刘家老宅的事儿，在下看过，确实有些阴气。不过那宅子风水不好，年久失修，有些怪声也是常理。在下以为先请法明师傅去做场法事，压一压就好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倒是想去看看那王寡妇的坟，尸身翻面，指甲磨断，这是大凶之兆。若处理不当，怕是真要诈尸。道长意下如何？一个一个来，先去刘家老宅看看。道长车马劳顿，不若先休息一晚，明日再去。就今晚吧，回来再吃。在下这便吩咐人去备灯笼。便是此处了。大人若是在外头接应，贫道反倒安心些。道长说的有理，陈大人不必勉强。这书生嘴上说的轻巧，可那扇子摇得都快散架了，脸色比陈寿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唉，那几位千万小心，在下便在此处候着，若有变故，喊一声便是。你们也跟随道长进宅。走吧。那个继承道爷呢？无需担心。走吧。看出什么了？顶梁和狮头阴气最重，那里看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。便是此处，这下面埋着东西。阿弥陀佛，这是什么？是个女娃，好像是刘家待嫁的那个姑娘。恐怕不是，这骸骨紧贴柱脚，被压在大梁的正下方。若是自家夭折的孩子，又怎会埋在此处？徐班头是渠县本地人，小人祖祖辈辈都住在渠县。可知这刘家的宅子是什么时候建的？许是40年前。那时候刘家的家主叫刘德厚，做布匹生意发了财，他嫌老宅太小，便将原来的宅子拆了大半，又往东边扩了一片，盖了现在这些屋子。建房子的时候，可曾出过什么事？有，当时建到上梁的时候，摔死了一个木匠。后来打地基的时候，又塌了土方，埋了一个小工。当时这事儿闹得挺大，刘家赔了不少钱。那便是了，此乃生庄。生庄？什么是生庄？这法子极损阴德，为正道所不弃。贫僧本以为世上早没人用了。这个，在下也曾听人说起过，只是一直以为是传闻，不成想竟是真的。这人从一进门就开始哆嗦，这会儿还能强撑着在这发表言论，也算不容易了。所以，作祟的是这个。般若诸佛。别 K 头啊！
你何时学的瑞金和画图两门法术？贪多嚼不烂，你可晓得？师父放心，徒儿晓得。若是耽搁修行，我便不修习这么多了。走吧，此处的事已经了了。劳烦班州找个地方，好生安葬。师父，就这么走了？慌什么？这叫投石问路，打草惊蛇。宅子里的事看似寥寥，可那黑气来得蹊跷，像是专门有人用秘法培养鬼物。如今已将这鬼物除掉，那背后之人若是知晓，或许便会按耐不住，有所动作。这是宅中鬼魅已被剪除。道长法力高深，在下佩服。周围百姓若是知道，不知该多高兴。夜深了，先去县衙住下，明日再说。这粥凉了，换一盆热的来。是。这小菜也咸了，换一碟。是。那一成，再取碟酱瓜来，要脆上的。道长看什么？可是嫌在下多事？不敢。道长有所不知，这一城之职本就是伺候往来官员的，在下虽无官身，却也帖列功名，算得上半个官面中人。他殷勤些，亦是本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软塌塌的，焉能入口？李秀才，道长有何指教？一粥一饭，经纂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为艰。道长此话何意？意思就是我瞧着酱瓜挺好，你最好捡起来吃了。你这厮欺人太甚！我敬你是出家人，给你几分薄面，你倒蹬鼻子上脸了。不过是一碟酱瓜，我便是扔了砸了，与你何干？与我何干？我且问你，这瓜从种子落地到藤上结果，要经过多少时日？农人挑水施肥，弯腰除草，又要流多少血汗？运到城里，腌入坛中，又要耗费多少银盐？你方才说你有功名在身，我倒是想问问，连这成油勤俭破油奢的道理都不懂，你读的是哪门子书？我什么？我浪荡江湖多年，见过饿殍满地的荒年，也见过一子而食的惨事，旁的事倒也罢了，唯独这浪费粮食，我忍不了。你待如何？难不成还要消了我的功名？今日你若是捡起来吃了，此事便了；如若不然，我虽消不了你的功名，却能消了你的脑袋。行了吧？行了。你方才要出手拦我，贫僧先乏了，先回房歇息。劳烦了，去忙吧。你怀疑那秀策有古怪？昨晚咱们也曾同席吃饭，他言行举止虽有交径，却还算知礼。可他今日一早起来，却跟换了个人似的，处处拿枪做事，把那一尘之底的团团转。或许昨日折腾累了，懒得装了。不一样，他那傲气是骨子里带的，虽不讨喜，却也不招人厌。而今日，太像演的了。哦，继续。此人虽本事平平，胆子不大，可官言差色却很有一套。他先前看见我面露不悦，却仍旧置若罔闻，如此做派，倒像是有意生事。那你说，他此般所图为何？许是想让咱们觉得他跋扈无礼，起些冲突，这样待会儿去处理那寡妇的时候，他便可以寻个由头推辞不去。你是说他在躲？若我所料不差，不出一炷香的功夫，他便会遣人来说不能同行。二位道长，
那李秀才方才说他忽感风寒头疼的紧，怕是不能跟几位去张家村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知道了，你且去备好车马，我和师傅即刻动身，这便去瞧瞧张家村的寡妇有何蹊跷。你既瞧出那秀才是托病推诿，存心避世，为何反倒遂了他的心意，放他走了？师傅，他要演，我便陪他演。此乃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。二位道长，车马备好了。二位道长，小的张七给二位赶车。师傅，你我二人此番前往张家村，定要查清楚是何方妖鬼作祟，扰了民间安宁。至于那两个畏缩夺揽之辈，便由着他们在驿馆安歇吧。走吧。接下来你又准备如何行事？他既装病躲着，必是要做些隐秘之事。咱们此刻便折回驿馆，探探他的底细。且转道去西市文庙街，我与师傅要买些黄纸朱砂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先等着，我们买完便来寻你。电视剧里果然是骗人的。别费劲了，里面没人。没人？怎么？眼下你又待如何？没人好啊，没人正好办事。走了好啊，走了这引蛇出洞便成了一半。用的墨还挺好。怎的不用朱砂？他应该刚走不远，气息尚热。这墨即可，用不着朱砂。手折魂再折宗，三折双翼忽成风，尾折定心念通，纸鹤运灵人自逢。起！这李秀才还挺能跑。我先前是如何嘱咐你的？无事莫来寻我。如今你这般贸然找来，就不怕引火烧身？我又何尝想来？可那两个道士着实厉害，刘家那阴煞鬼物眨眼便被其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我今日好不容易才脱身至此，那道士恐怕已经瞧出了端倪，再不想办法，咱们的事儿早晚要败露啊！那刘家老宅的东西本就该再养上些时日，待其彻底成了气后再去收服。如今倒好，你心急火燎的弄出动静，引来那道士插手，岂不是坏我大事？县长息怒，我也是想尽快敛些钱财，没成想那两个道人竟如此厉害。罢了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埋怨也是无用。我问你，张家村那寡妇身上的阴煞，可空养的妥当了？切莫像刘家那废物一般，坏了咱们的大计。妥当了，妥当了！我按您的吩咐，布下聚阴法阵，只待时机一到，便能将其收服，日日采炼阴煞。只可惜那刘家老宅的，废物！若非你办事不密，那阴鬼又怎会暴露踪迹？你此番躲出去，务必安分几日，待我将张家村的阴煞收齐，咱们便立刻离开此地，免得引火烧身。对了，你可曾留下什么把柄，被那道士抓了去？没有，我处处小心，无有错漏。这两人应是岐山道的妖人，
岐山道，岐山道老巢在陇州，门徒遍布数县，门人弟子常用伎俩，便是先暗中潜鬼作祟，搅得百姓家宅不宁，再装作高人模样上门除血，攫取财物。更有狠毒者，直接驱鬼害命，强夺他人家产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不知这屋内二人修为如何？咱们在墙根站了这许久，他们却毫无察觉，可见其修为浅薄，未曾筑基。师父，这两人祸乱乡里，罪大恶极，此番可否由婢子出手，除了这两个祸害？这两人修为虽然不高，可岐山道的人手段大多阴毒邪异，你万万不可轻敌。弟子省得。论本事，早已不逊于你的那些师兄师姐。既执意要去，那便去吧。很好，没人抢头了。什么人？该死！起！小兔崽子，好胆！你到底是何人？要你命的人！啊！该死！说吧，可还有同党？同党？哈哈哈哈哈！岐山道上上下下，哪个不是我的同党？原来如此。我哪怕死了，也自有高手替我报仇。你又杀得了几个？能杀一个，便是一个。什么叫丢了？两个大活人，光天白日的，怎么就丢了？小的也不晓得，或是被什么妖怪掳了去。放你娘的屁！什么妖怪敢对清风观的道爷下手，上赶着找死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两位道爷回来了！道爷可算回来了，真叫下官好等。唉，这一下午不见人影，下官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。二位道爷，你们是去的哪家铺子？小的在文庙街转了好几圈，怎的一次也没瞧见？去，喂你的马去！哪有马呀？那不是骡子吗？那就去喂你的骡子。可是小的方才已经喂过了。那就滚去铲饭！来人，赶紧备席！呀，这席面是下官特意从鸿运楼叫来的，虽比不着京城里的珍馐，却也是咱们衢县顶好的了。还有这酒是南边来的竹叶村，后劲儿绵柔，最是养人。把你家大人搀扶下去休息吧。自下山以来，每除一邪祟，体内修为点数便增长一分。刘家老宅那阴鬼，加今日这岐山道的邪修，两桩下来，已攒了近600点，可为何没有获得抽奖次数呢？
这个时辰了，还有谁来？姑娘此来，所谓何事？奴婢得了县令大人吩咐，给道长送些被褥衣物来。夜里凉，怕道让冻着。食盒里是几样点心，给道长夜里垫垫肚子。道长可还有什么吩咐？奴家今夜就在外间伺候着，若需端茶倒水、驱赶蚊虫，只管唤奴家便是。不必了，我这里没什么要忙的，你且回去歇着吧。道长一路辛苦，奴家给道长打盆热水，来泡泡脚可好？不必，请回吧，我要修行了。修行？这天都黑了，还修什么行呀？道长还是早些歇息，养足精神才是正经。修行之人不分昼夜。那可否需要奴婢来助道长修行？我修行时需静心凝神，外人在侧，多有不便，请回吧。道长可真是铁石心肠。那奴家这便去了。道爷若改了主意，唤一声便是。去。不解风情。明日，师父怕是就要去解决张家村的事情了。小的奉大人之命前来服侍道长。妈的，先前送个丫鬟来，他给打发走了，转头又送个少年过来，这是以为老子有断袖之谊？回去告诉你家大人，贫道修行之人，不近俗物，更不需人伺候。若再遣人来扰我清修，便莫怪贫道不客气了。妈的，还真是奇葩！徒儿出门逛逛。这书是三师兄托我还给香雪书昭的，趁师父没醒，尽快归还了吧。掌柜的，还书，王石去年借的。怪不得叫香雪书斋。好你个杀千刀的安葬破财，没钱也敢来过老娘的门儿！生气！翻墙进来的，一分银子不花，倒把我姑娘房里的点心吃了2个，当我是个聋子，听不见你们叫唤？滚！再叫老娘瞧见你来，仔细叫人打断了你的腿！哟，柳妈妈好大的威风啊！一个送信的后身吃你2块点心，也值得这般大呼小叫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个衙门里的女捕快呢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白大家，昨儿个又没有恩客临门，现在可是正精神呢。柳妈妈放心，我望月楼的门匾便是隔了3条街也有人认的，倒是妈妈这流云馆招牌太小了些，难怪客人都要翻墙才能找着门呢。柳妈妈好大的威风啊！小女子真是受教了。不过您老人家方才那一通骂，嗓子都哑了吧？要不要上来喝杯茶润润喉？我们楼里的茶可比你们流云馆的好。老娘用不着喝你的茶，老娘这里有，你要不要下来喝上2杯？我操，这么牛逼的吗？道长，您也来逛啊？白莲花，你给老娘听好了！哟，这位道爷要不要进来耍耍？贫道没钱。怎的又是一个穷鬼？这一大早的，真是晦气！老娘今天是犯了哪门子的太岁？公子若只是想寻些乐子耍耍，不妨上楼来坐坐。
奴家这儿有好茶，还有几支新学的小曲，便是不花银子，奴家也乐意招待。公子若是觉得这儿耍得舒心了，小住几日也是无妨。贱骨头就是不一样，见着好看的就走不动道，上赶着送钱送人。道长，请留步。敢问道长可是清风观来的？我家少爷中邪了，逢人就咬，府上请了好几个郎中都瞧不出经解，求道长发慈悲，随小的去府上看看。前头带路，在动手之前，有些事情还是须得先问上一问。你倒的确有几分小聪明。2个问题，你们是谁？又为什么要盯上我？我也想让你做个明白鬼啊，可惜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还是等你死了之后再告诉你吧。既如此，那你们且记好了。贫道沈回乃是七鹿山清风观继承真人座下弟子，道号清玄。这些我们知道，放心吧，烧纸的时候不会叫错名字的。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们知道，自己要死在谁的手里，以免做了那糊涂鬼。你掐诀太慢了。一身本事稀松平常，也敢来找我的麻烦。怪异的法术。你还会土法？该你了。不怕火，那你怕不怕别的？去死吧！前你来的人难道没告诉你，不要靠我太近？我这种事后清理现场的好青年不多了，要去跟师父汇报一声。师父，何事？弟子今日不是岐山道的人，炼师宗白骨堂。白骨堂？我上头还有2个师兄，底下有1个师妹。大师兄资质最好，入门最早；二师兄天资也不差，只是心气最高，性子偏狭，受不得半分委屈。后来大师兄行走江湖，遇上一只千年大妖，尸骨无存。你师祖为此大斗，不出3年便羽化归骨了。那其他2人呢？你师祖曾一度将二师兄当作衣钵传人来培养，可惜心性不正，终究是走上了歧途。他，没错，小师妹便是死在他手上的。师父临终前将剑匣传给了我，二师兄心有不忿，觉得师父偏心，觉得老夫不配，当着师父的灵位与我大吵一场。当晚便收拾东西下了山。他下山之后，先是自立了一间道观，名为白骨观。可没过多久，不知怎的又拜入了炼师宗门下，摇身一变成了白骨堂的堂主。所以今日来找我麻烦的2人，俱是我那师伯派来的。该来的总会来。他忍了这么多年，如今终究是忍不住了，这说明他已时日不多。你也无需担心，那人修为虽强，可与我相比也不过仿佛。而我就在昨夜打坐之时，心头忽有所感，已寻到了一丝破镜的机会。不出3年，我必能结丹。真的？岂能有假？为师在筑基境界搓磨了将近100年，如今契机圆满，结丹亦是应有之事。道门祖田青城山上，如今的掌教也不过是个金丹真人。若师父结丹成功，清风观在这西南一隅
便算得上真正站稳了脚跟。那师傅赶紧继续打坐，莫要让那感觉溜走了。便让徒儿来处理剩下的几件事吧。若是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再来请师傅出马。带上他，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便打开剑降。徒儿带走了，若是有歹人寻来，师傅拿什么斗法？哈哈哈哈哈！老夫剑术虽强，可一手五行术法也是不弱。金丹不出，谁又能奈我何？便是当真打不过，逃跑也还是没有问题的。我知你心智坚定，遇事果决，可你也要记住，有些时候该低头便要低头。真遇到了要命的场面，逃跑不丢人。师傅，您看看这个。精铁打制算不得什么好东西，只是经年累月用煞灸温阳洗炼，比寻常铁剑锋利些。待得你日后下山游历，攒些灵材灵物，亲自动手炼制一柄剑器，才是正途。今日可是2月初4啦，你且收拾东西往张家村去吧。现在？去吧去吧，早去早回。道长，上车吧！怎的这许多夷人？道长有所不知，这渠县除了县城里头夷人少些，其他地方多是华夷混居。咱们要去的张家村，便是个左近较大的混居村子。看来这就是所谓的鬼主，一点灵气没有。这防虫除害的功效，怕是大半都在人心。道长，你也来看这个。这是在做什么？道长不知道，这是姑娘们在挑男人嘞。这是夷人的相亲，若有女子心仪男子，便会在歌舞结束后，将自己织的锦缎或头上发带交到对方手中。还真是纯粹而又美好。别人送的还是你抢来的？当然是送的。我张基心里只有流云馆的小翠一人，旁人那是瞧也不会瞧上一眼的。不愧是1分银子不花，还要吃人2块点心的能人，至少这份专一令人敬佩。这也太……哈哈哈。道长可有中意的？前些年也曾有一位道长与村中女子结缘，虽未诞下子嗣，却也算是成就了一段佳话。贫道是出家人，不近女色。修行啊，修行！道长，早啊！非要你就给了？这个其实是被强迫的。道长，你也知道这夷人女子性子烈，她非要……放心，贫道一心斩妖除魔，向来不会多管闲事。贫道今日要去看看那个挠棺材的寡妇。你若想回去，可以先走路，我已经认得了。不回去，不回去！回去叔父又要给我派差事扫院子、搬货、跑腿，累死累活，还没个赏钱。在这儿多好，有吃有喝的，还有女人，对吧？老东西又抢生意，上来就要抢贫道的修为点柱。秃驴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法明师傅，巧啊！阿弥陀佛，沈道长确实巧了。
二位既然都是来查那王寡妇之事的，便一道去吧，省得老汉我跑2趟。那寡妇姓王，是头些年从外地逃荒来的。爹娘把她卖给了这村里的彝人当媳妇儿。那彝人名叫郎和，身子骨不好，打小病殃殃的，婚后没2年便死了。彝人还是个病秧子，这他也肯？肯不肯的，谁管呢？横竖换了几斗粮，他爹娘觉得值，他婆家也觉得值。至于他自己怎么想的，也没人问。王寡妇给他留了后，可那孩子刚生下来时，瘦得像只猫，村里人都说养不活，可王寡妇不肯认命。那孩子竟然慢慢好起来了。可谁知道，那娃子有天下河洗澡，被水淹死了。养了7年，母子连了心，结果说没就没了，换谁能受得了？然后呢？以后王寡妇就有些疯了，她公婆更是指着她骂，说她克死了男人，又克死了儿子，是个丧门星，动辄大骂，日子过得比猪狗都不如。她是怎么死的？那寡妇肚子慢慢的大了起来，起初村里人都以为她是饿的吃了观音土和稻草，肚子发胀，可后来才发现她好像是怀上了。进猪笼了？可不敢，那是犯王法的。是他公婆打死的。杀人也是犯王法的。进去看看。棺材便停在那里头。棺材不错，哪儿来的？问你话呢，棺材哪儿来的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位是县尊请来的道长，是来给你家消灾解难的。这便是那寡妇的公爹。他说是个汉人送的。是不是个书生？我记起来了，道长，许是有个书生在村里转了2天，说是收皮子和布帛的，好像姓李。你们就没试着处理过这东西？请过，最开始请了鬼主，前些日子又请了端公，都说要烧了才干净。可那火怎么也点不着，好容易点着了，刚碰到棺材就熄了。试了好几回都是这样。道长，您这难道也没有办法？我要开棺，去叫几个人来帮忙。不知道，他死的时候肚子就有这么大。等知道姓氏的时候，人已经被装进棺材了。没这么大，我亲眼见的。他公婆把他拴在猪圈里，那时候肚子还没这么大，就是鼓起来一点，顶多像是怀了5、6个月的光景。找死！这是老鼠。怪物，果然有邪祟。去。内乱乃10恶之一，依大朔律，犯者当流2000里，强者绞。不没，亦是10恶之一。儿媳无应杀之罪而擅杀之者，绞。